目标已改动。收到。医院的电话为什么突然无法接通？刚才的电话是医院打来的吗？一夜之间，曹必达突然调整了暗杀保护对象，而偏偏在专案组主力离开的情况下，殷千素紧急赶去了医院。种种迹象让苏文谦嗅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，可他已经被专案组停职，就连辞呈都已写好，他还有必要去管共产党的事吗？过往的一切如潮水般向苏文倩涌来，他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，除了那些深埋心底的愧疚与悲伤，他曾无数次地想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他会将一切终止在何时？此刻他明白了，真的会有人为了自己的责任，为了光明和美好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义无反顾地前行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提起杨之亮就会让我内疚，然后我就会尽心尽责地帮你们办案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们不就是普通的同志关系吗？你真的在意他的死吗？你真的在意他的死，你就不会一次次提起他，一次次拿他的死跟我做交易。杀死杨之亮的人就是我，
你没有经历过那种害死自己真正重要的人那种撕心裂肺的痛。有权利恨我的，有权利向我讨还血债的人，只有杨之亮，不包括你。我也没有你这么冷血，一次次拿别人的死过来跟我做交易。够了！你知道你说的什么话吗？组长，根据核实过了，这个人确实是自来水公司的工人，每天下午来这儿上水。解开吧。师傅，你平时都是下午来，为什么今天上午来呢？半个小时前，有人打电话说这儿停水了，让我过来，所以我就赶过来了。可一上来就被你们抓了。认识打电话人吗？听声音听不出来。唐组长，他们说陈晓东代表是假的，只是个花钱过来的黄包车夫。报告！欧阳副组长让我来报告，医院打电话来说齐先生病危，让易先生已经赶过去了。走，去医院，走。屋顶有人。看似极力掩盖，实则每步都恰好留下刚够对手寻找的蛛丝马迹。这种声东击西、转移视线的手法，正是苏文谦与史铁城10年搭档生涯中多次使用的。一想到在医院中等待欧阳香菱他们的是什么，苏文谦的心中就不寒而栗。
护。走。火力掩护。是。把弟子带一进着坐车。是。走。走不了了，快，保护一姐进医院。走。大姑，你们先走，这边俺顶着。走。师傅，目标已进医院。告诉他们留在原地堵住他们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苏教官，你咋来了？尹先生他们人呢？进医院了。里面有杀手吗？听到有枪声，应该有。对面有几个人？一个，挺厉害，不过俺顶得住。正门你守住了，不许放任何人进来。是，我进去救人，掩护我。1、2、3。
叔，文谦，文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去救尹师兄和欧阳同志，有特务要杀他们。跟我来。子秋，在房间里等我，哪也不许去。老帅，老帅呢？师傅，共党大部队的车已过红湾路口，估计再有5分钟就能到达医院。师傅，共党还有5分钟进入医院，让他到第2车离点接应北伐，5分钟够用。苏长官，小金子别动。怎么样？打他脚。是。小金子，小金子！小郑，把窗帘给我打掉。是。快！大公，什么情况？对面旅馆一个，医院里头、后头都有枪声，听方向，3楼病房。大公，就在，你们带人包围对面旅馆。是。轿子全一抢来，带人上3楼。是。老三，你们3个，跟我走。是。
目标是我，我死了，所有人都得救了。你还得保证这几十万的生命。怎么办？我现在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。无论是狙击手，还是观察员，身上绝对不可以有反光的东西，因为反光的东西会暴露你的位置，暴露位置意味着死亡。小心子！苏教官，您相当于救了我一命啊！我向您保证，以后在任何行动中绝对不再把镜子拿出来。多大了？报告，17。好年纪，继续观察吧。是。苏教官，谢谢。
快点！跟着，跟着！快快快！用力用力！快！用力！用力！跟着！抓紧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动作快！军长，车上不去了，只能找人推，恐怕您得自己爬坡了。 快跟上！快跟上！快点！廖大军长啊，您扶我这个闲职的参谋，我怎么受得了这个情分呢？郑高才，这雨天路滑的，军长也是想帮帮您老人家。您看什么老人家的，我有这么老吗？廖军长要是真有这份心，就把这个情留给受得起的老人家。周老，周老，廖军长的情分您不受，我搭一把手，您就别拒绝了。钱参谋长啊，那就有劳你大驾了。钱爵是晚辈，我应该的。哎，庄老，小心点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老了，走了几步这个泥水呀，就累了。叫我说啊，庄老，60了，该享享清福了。年轻人的事让他们干着，您就不要自己给自己找心烦了。哎，钱参谋长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有话要讲？不过是想起了圣人说过的一句话。哦，不吝赐教，请。我记得圣人在《论语·记事》一篇中谈养生之道，里边有这么一句叫“及其老也，血气渐衰，戒之在德”。治理呀，这人一上了年纪啊，血弱气衰，有这个心也没那个力量。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想着自己当年那个威风八面，还死拉着那1亩3分地儿不撒手，还想干出点大名堂来，怕是要折寿了。当然，我说的不是您啊，庄老，您才60，您且得长命百岁呢。哎呀，抽口烟，抽口烟啊！我来，我给您点上。古话说得好啊，锣鼓听声儿，说话听音儿啊。您这话中话里好像是在说，还有像我这种老不死的，早就该去钉上棺材板子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不是这意思。哪怕他到了7老80，只要他识大局、懂事理、知进退，那就应该扶入东海，受个南山。就说眼下，廖军长，他就年富力强，血气方刚，
像那些指点江山、建功立业的重担，就应该交给他们这样的党国中流砥柱去担。至于旁的人，不管是庄老爷还是更老的老前辈，老都老了呀。如果说还是这样要逞这个强，要操这个心，恐怕除了碍手碍脚，落不下口。钱参谋长，您这是满腹经纶，倒背如流啊！想必你应该知道，您刚才引用的那一句话之前，孔夫子还有另外一句：“哦，以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。”年轻人嘛，是血气方刚啊，能干也不是假的啊。可是呢，就是比较容易好勇好斗，做事冲动。万一给人当枪使，那可就要吃大苦了啊！我们这种老不死的，说个真格的，看事啊，还是看得比较透彻。不过呢，也就透彻多了那么一丁半点儿。当然了，话也说回来了，有哪个老爹呀，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挣了1亩3分地儿，怎么容得下别人从自个儿儿子里边坑蒙拐骗去？所以呢，哪怕是留条老狗看家，也能够看家看门，帮着忙，防点贼嘛。哎，老帅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东西不要乱放置。这是汪家经一直要用的，我找了老半天了。是，我下回注意。老帅，咱先吃药吧。请稍等。您好，松江电话局。喂，是秦公馆。老帅，谁啊？是殷先生，说找您有要紧的急事儿。我不认识什么姓殷的。殷先生，对不起啊，老帅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老周，你告诉老帅，不管他生我多么大的气，哪怕不认我这个门生都行，但是这件事真的是10万火急，他必须得知道。老帅，他说事情10万火急，非找您不可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不认识什么姓殷的，以后这种乱七八糟的电话不要接，直接挂掉。老，署长，师妹，老帅他中气十足，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你就不用太担心了。谢谢，殷师兄。其实殷先生对您也算挺尽心的。解放军打进松江前，要不是他想尽办法，那保密局那帮人还指不定要把您老弄到哪儿去呢。我又没有求他，爱把我弄哪儿去弄哪儿去吧。一把老骨头了，哪儿的黄土不能埋人呐？
还有，门口抽着那些共产党的兵干什么呢？就把这当牢房吗？人家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。我不需要，让他们赶紧撤走，少在这儿碍我的眼。人家知道您不准他们保护，所以就站到了大街上，又没进家门。这松江，如今可是共产党的地界儿，您还能不准人家在自己家的地界上，是不是？以后这个窗帘我拉上。东家见不上面，我们得另外想办法，但必须先把解放军动态通知掌柜的，让他提前做好准备。我已经请专案组的同志去帮忙取电台了，估计还要一会儿才能到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，署长，一点小伤，接发电报还是能撑得住。那就跟专案组说，这几个小时为了安全，我们就暂时留在医院，至少要等到掌柜的回电再说。殷先生，请不要打开窗帘，会有危险。啊，对不起啊。平时我们这个小同志挺注重仪表的，能不能麻烦您了？放心吧，首长，我们会尽力的。谢谢。郑鹏，过来帮忙。捂住。任务还没完成，就那么几只青霉素，得留着救命啊！师傅，和尚的眼睛再不消炎，会感染的。不能用存货，那我出去买。站住！现在能买到消炎药的药店，全都是共党守株待兔的店。为了一个瞎了眼的废人，要把自己也搭进去吗？记住，任务还没完成。明白了。已经和全市的医药行业都打过招呼了，严格控制抗生素的销售，特别是那些购买大剂量能够治愈严重枪伤的人，我们一定会追查到。普通消炎药也要凭伤情购买，以防敌人化整为零，拼凑药品。是，局长。是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局长，我请求组织上给我严肃的处分，
撤销我专案组组长的职务，降为组员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把我开除出专案组也可以。这么想撂挑子？我不是要撂挑子。您先看看这个，这个是今天蒋兰从我办公桌上发现的。局长，这次事件责任在我，是我上了敌人的当，判断错误，我不该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应对水母组。苏文谦曾是水母组的一员，对水母组的行动方式更了解，他的判断更有参考价值。通过这次的事件，充分证明了苏文谦才是城市反暗杀技术最丰富、能力最强，也是专案组最不可或缺的专家。就在行动前，我还鲁莽地撤了他的职，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。从他这份辞呈上看，他对我意见很大。你想想，这个责任，我不担谁来担？所以你就想引咎辞职，为专案组争取留下苏文谦。这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。你的请求我明白了，至于你这个组长要不要做下去，不在别人是左是右，是在于你有没有吸取教训的决心。我再给你时间，自己考虑好。是。对了，通讯截获的事儿进展如何？水母组使用的对讲机是移动的，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截获。下午2点，医院太平间举行小镜子的告别仪式。他以前跟我说，他当了大半年的兵，就是想端起枪照张照片，给他母亲寄回去，让全家人都知道他当兵了。都是我不好。我当时就不应该乱发脾气，应该把资料给你看一眼，多听你说2句，不然小镜子。对不起，苏教官。殷先生那边，接下来什么安排？暂时留在医院，等举办完小镜子的告别仪式。医院现在调来了这么多解放军，是不是暂时不用专案组保护他们？局长的意思说让大家放几个小时假，调整一下情绪。哦，秦老先生也已经出院回家了，那我们对秦老师的保护就不方便再用原来的理由。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子舒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之前是我想多了。
刚才你还叫我苏教官，可我这个当教官的，一节课都没给大家上过。这样吧，趁这几个小时，我给大家上一课。都聋了。喂，知道了。师傅，好消息，电话局内线通报，11点12分，殷千素往秦家打了一个电话，秦鹤年拒绝接听，直接挂了。太好了，只要殷千素见不着秦鹤年，我们就还有完成任务的机会，师傅。当然有机会了。你以为在医院这么小一个跟头，我就栽了？是师傅，我是想这次声东击西，我们的计划行动也算滴水不漏，本该万无一失的，可到了最后，居然还是被人搅了局。而且这个搅局的人，毫秒之间不但一枪伤了和尚，就连师傅您，就连我都败在他的手里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啊？你还真以为这个世界上有可以先伤了和尚，再抢我先手的人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如果要杀那个人，他已经死了9次。那怎么师傅没有杀了他？因为我舍不得呀。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苏文谦。师傅，他不是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我也以为他已经死了，真的，害得我白伤心了一场。可是就在医院后头，我在瞄准镜里清清楚楚地看到，他就这么端着枪，拼了命地找我的位置，冲着瞄准镜里开枪，那个劲儿啊，活蹦乱跳的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苏文谦整整3年来开的第1枪和第2枪。3年前，苏文谦落下了心病，右手开不了枪。也就是因为这个，他就不当狙击手了。这回在医院，他用来开枪的左手。左手？左手还有这种枪法？10年前啊，苏文谦右手受了重伤。我们当时认为可能就废了，所以就改练左手。可是没想到他运气好啊，右手不但养好了，左手也练成了。所以后来他闲着没事儿就经常练左手。那个时候我就天天说他，我说一个枪手，一只手上的功夫都已经是永无止境了，怎么每天会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练这些猴把戏呢？是不是？
谁能想到，今天就是这猴把戏，还真派上用场了啊！可这也未必能证明他3年没有拿枪了。而且这2枪水平如此之高，高什么高啊？这比他左手的正常水平差远了。这就是证据2，开了2枪，全都打在瞄准镜上。第1枪偏了2公分，外壳打碎了。第2枪就更离谱了，居然打在支架上。而且你们是没看到，他第1枪和第2枪那个动作慢得像老牛拉破车一样，生死攸关呐。他苏文谦但凡是昨天拿到的枪，水平都不至于这么下三滥。哎呀，再说到证据3，还是这瞄准镜。就是因为他冲着瞄准镜开枪，也就说明了他苏文谦不到最后1秒，他都不会开枪。他潜意识里还是不敢杀人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说明他当枪手最基本的心态都没有，就这一条，板上钉钉。他苏文谦就是这3年头一回端枪的，错不了。3年前，就在我们身处的位置，水母暗杀组实施了一起非常特殊的狙击刺杀。这个案子在外界一直是未解之谜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曹所长应该已经把基本的案情给你们介绍过了吧？那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一课，就是请大家分析和破解水母暗杀组的作案手段。最重要的是，要从中找出一个狙击手最应该遵守的准则是什么。现在是11点55分，5分钟的时间，观察现场。根据资料，这里就是死者被刺杀的具体位置，对吗？是的。弹道分析，子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。没错。奇了个怪了，那儿明明就是一堵大墙啊！子弹从哪儿变出来的？找。如果真如师傅分析的那样，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？医院辞严之后，共党对殷千素的保卫肯定会更加严密。而现在又多了苏文谦，他可是最了解我们的人。他现在又拿起了枪，和共党一条心来对付我们。任务还怎么完成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他就会重新拿起枪？你怎么知道他就和共党一条心呢？他都已经冒死帮共产党救殷千素，朝我们开枪，这难道不能证明吗？医院这2枪，不过是枪口之下被逼无奈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说因为这个他就可以放下3年的心结，重新拿起枪，我看不会。你要是说因为这个他就能和共党一条心，那更是八字没一撇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晚上的障眼法没有被完全识破，
苏文谦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现破绽，识破我们的障眼法。所以至少在今天医院出手之前，要么师叔不肯帮共党，要么共党压根儿不相信师叔，二者必居其一。也许两条都有呢。可他毕竟今天帮了共党的大忙，共党也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相信他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只能希望苏文谦放不下过去的心结，不肯继续拿枪了。一个个没用的废物！时间到。俺没想出来，会不会弹道分析出错了？不对，有一种可能，子弹拐弯。怎么拐？从现场看，唯一能把子弹打到广场入口又接近弹道分析角度的，只有这条通道。如果枪手从那边射击，子弹到达广场入口后，击中坚硬物体，就有可能发生跳弹，改变射击角度，击中死者。根本就不可能嘛！这谁想不到啊？那跳弹，他压根儿就没个准儿。来，你看，枪手要是从那面，他也看不见死者的位置，他怎么知道子弹该往哪儿跳啊？不光是位置，还有时间。枪手又没有透视眼，他怎么就知道在那个时间死者刚好就到那个位置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看不到目标，怎么瞄准射击啊？苏教官，有的人研究了3年，都没有找出答案。你让他们用5分钟破解，这不太现实吧？那我给个提示。刚才曹组长说，看不见目标，就不可能瞄准和射击。你们都认可吗？那还用说？我的提示是，瞄准和射击，其实并不是绝不可能拆分的技术过程。也就是说，一边有人从这边射击，一边有人从广场入口的方向瞄准。那个负责瞄准的人，可以从这里观察到汽车到达的位置和讲台的位置。汽车一停，人一上台，马上计算出子弹需要折射多大角度，然后马上选定条件符合的具体弹着点，发信号给那边的枪手。在枪声响起的时候，负责瞄准的人已经趁乱逃离了，所以子弹的来源方向当然是一堵墙。不可能！如果是这里的话，应该会留下肉眼可见的弹着点，但是不可能，柱子是圆的，折射角度不好把握。组长，你怎么看？苏教官，如果之前我们的一切推论都是成立的话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当时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仪器，改变了弹道轨迹，让它精准地射向了目标，而上面那个已经生锈了的痕迹，就是当初你们安装那个仪器时留下来的。
完全正确。我们要求和平，停止战争，期盼和平，停止战争。3年前的弹着点，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位置。成功破解。嗨，精彩！哈哈，瞄准和狙击拆分开，开了眼。苏教官，这么绝的招，当初你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？给咱们讲讲呗。是啊，苏教官，感谢你为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。原来瞄准和狙击都是可以分开的。不，正好相反。这一刻，我不单要你们破解这个案例，更重要的是想告诉你们，瞄准和射击是绝对不可以拆分的。一个狙击手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，就是要知道自己枪下的目标是谁，绝对不可以把确定目标和瞄准交给别人。如果那样，你将无法掌控目标是谁，也无法知道将倒在你枪下的是怎样一条生命。那好吧，苏教官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。老三大鼓秀才，你们3个跟我回医院继续完成殷先生的安保工作。欧雅，现在离小镜子的送别仪式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，你们不用那么急着回去。走吧。谢谢你为我解开了3年的困惑。这是我欠你的。如果还想继续听我说下去，咱们换个地方。可是，师傅，我们怎么才能弄清楚，师叔到底是一时情急，还是会从此在岗狙击手？这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，但答案只有一个。是吗？找他，现在就去找他。报告，松江陈市长接电。情况怎么样？殷千素已经发电，要求唐思远拖延行程。可唐思远只说了一句：“尽量努力。”尽量，那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了。以士兵团的组成情况来看，他这个外来和尚说话，还真未必管用。好歹也是一个司令，大事拍不了板，拖个天马时间呢，总不至于完不成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要留好备份。通知先头纵队，按原计划执行，争取明晚抢占衡州。是。同时，通知野战军各主力部队，全部给我压下衡州。是。
司令，张龙说还在想办法，还在想办法。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拖，我能拖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啊！催，给我继续催，今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东家。是。走。钱参谋长，司令，有事吗？哎呀，唐司令，真是日理万机呀！啊，这刚刚落下脚，东西都没收拾好呢，就忙活上了。哎呀，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，部队走不动啊！你看，好不容易雨停下来了，所以我领部队暂时休整，耽误了行程，总得要跟上头汇报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说呢，咱们商量好的，抓紧时间尽快通过杭州，这怎么部队就停了呢？哦，是您下的命令。嗯。哎呀，这一路上不是水就是泥，部队消耗很大呀，我总得要体恤一下弟兄们，对不对？可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全是大雨，咱不趁着现在雨停了赶路，难道等雨下大了再走吗？天气预报就那么准呐？再说了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共军离衡州还有4、5天路程，耽误1天半天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呀，这是我的不是了，我太乐观，我误导了司令。不过现在我接到国防部和华中剿总的联合急电，据空军侦察，共军先头纵队3万人距衡州已剩1天路程，因你部是目前距离衡州最近的部队，着令你立即出发，昼夜兼程，火速救援衡州。师傅，刚刚附近的几家商贩打听过了，12点钟前后确实来了2辆公安局的车，他们在广场入口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又是观察又是比划。听他们描述，其中有个人应该就是师叔。果然来这儿了，我早该想到。这钟楼广场跟师叔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上次共党就是带他来的这里，这次您猜他又会来这儿？3年前就在这儿，苏文谦杀了秦鹤年的秘书杨志良。就是您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共党特工。苏文谦这个人啊，多愁善感，一直以为杨志亮和他是好朋友。哎呀，这个弄的这个玻璃心碎得跟渣似的，就是因为这件事，发誓再也不拿枪。可是今天他破了3年前发的誓，开了第1枪，我早就应该想到，哪儿打的结就应该在哪儿解，还真的来这儿了。现在来晚了，不好找了。倒是还有个事儿，他们一起来，但不是一起走的。公安局的车先离开，应该是往医院的方向，剩下师叔还有一个女的。据他们描述，这个女的应该就是上午在医院里碰到的那个女公安。他下葬以后，我只来过1次。来挂上答应送他的木雕小鱼。从那以后这3年，我都没有再敢来过。
直到今天以前，我都不敢相信我会再拿起枪，再次站到这里来面对他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狙击手的吗？怎么当上的？这段经历，我只跟杨志亮说过。我是松江人，我父亲早年留学美国，是中国第一代的美术设计师，所以小时候我家境不错，大家都管我叫苏少爷。我很小就认识池铁城，但是他跟我生活相反，他是个孤儿，就在我们家附近那一带流浪。当时松江的流浪儿很多，受尽欺负。池铁城为了保护自己，跟谁都敢玩命。尤其是我们那一代的富家子弟，有一个是一个，都被他揍过。但除了我，因为我和他都喜欢玩弹弓，而且我弹弓打得跟他一样好。128事变以后，我当时14岁，全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，我也成了孤儿。当时我特别想去报仇，池铁城拦住我，说我那个时候去报仇就是送死，我得先有能报仇的能力。他当时拜了个师傅，师傅也算是义父吧。他是赏金杀手，就是拿钱杀人的那种。当时在整个江浙一带，他的价码是最高的，因为他只要收了钱，就绝不会失手。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，也干不动了，就想找接班人。他其实早就注意到我和池铁城的天赋，借这个机会，他就收我们俩为徒。所以他是想培养你们当接班人。一开始是这样，但后来就变了。他虽然是个赏金杀手，但是人不坏。他就是个枪迷，但也真心欣赏我们俩的天赋。时间长了，我们在一起相依为命，他就把我们当成儿子来养了。我们也都叫他老爹。他在我们心里也确实跟父亲一样。那后来呢？当时正好国民政府和德国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合作，老爹费了各种关系，给我们争取到了名额，送我们去德国学习了狙击。我们就学习了1年，我们俩联手就拿了学校的冠军，提前毕业了。那一年正好是1937年，抗战爆发的那一年。回国后不久，池铁城就告诉我，说军统的戴笠局长发现了他特殊的才能，亲自招募，让他成为锄奸杀手。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生死大战，涉及的也都是政治、军事最高层面的较量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池铁城很兴奋，他觉得这才配得上一个狙击手该干的活。但是他又不想跟军统的那些废物配合，就来劝我跟他一起组成一个杀手组合。我天生对政治、对党派没有兴趣，但是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尽的义务。于是我就答应了他，以朋友的身份作为他的搭档。这个就是水母组的来历。池铁城比较在意名声，同时也要向军统报功。我对这些无所谓，
所以就用他的代号做了暗杀组的名字。然后你也就成为了水母背后隐形的木鱼。38年到39年，我们在南京、松江一带连续刺杀了好几个日伪的重要头目，渐渐也有了名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水母暗杀组接到了成立以来最艰巨、最有难度的任务。刺杀武藤和白松崎的一战，让你们成为了杀手界的传奇。其实那次刺杀，不只是我们俩完成。如果没有别人的牺牲和帮忙，我们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。这其中就包括杨志良。但是我听说，他只是帮你们接了一个电话。如果没有那个电话，武藤根本不会出现。杨志良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一旦暴露，必死无疑。其实我以前对杨志良的印象就是一个文弱书生，一开始我们找他帮忙，他就犹犹豫豫，不肯帮忙。我们都认为他是胆小鬼，但其实后来才知道，他早就是你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是啊，作为地下工作者，配合军统的刺杀行动，他确实没有办法擅自做主，需要汇报得到上级的批准。当时更没有想到，刺杀完成以后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把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救出来的，居然是那个看似胆小的文弱书生。我当时恢复的挺快的，大概1个星期我就醒过来了。每次杨志良来找我，我们都会说说话，从开始的寥寥几句，到后来无话不谈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和他成为了好朋友。就算这右手恢复不了了，你不是还有左手吗？把左手练出来就可以了。哪那么容易？你说过，你天生一双开枪的手，不是一只。既然右手可以百发百中，那左手为什么不行呢？我试试。记住了，你答应我了。当然，右手咱也不能放弃。谁说他一定不能恢复？再来，至少坚持完这一页。哎，啊，好，抓紧，可以吗？开始。狂风，哎，没关系，再来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来，小姐，准备，开始。飘雨的黄昏，黄风无休无止。我望着摇曳的树枝，思索着万物的伟大。非常好。